通灵大峡谷呢，位于广西靖西，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哈，其实广西并不是只有壮族一支少数的民族，大部分的壮族呢，几乎集中在广西比较多哦。壮族是一个母系社会，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外呢工作的养家糊口，男性呢很多时候呢都是闲在家。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峡谷，需要上山下海哈，进入到了这个叫做通灵峡谷。通灵大峡谷是自然保护区，也是在广西境内非常靖西县有名的一条旅游路线啊。这一条旅游路线呢，峡谷裂缝的深入到达了第300多米。通灵峡谷走起来有一点辛苦哈，需要有一点践行的感觉哦。有人称这里是地球的一个裂缝，峡谷内处处可以见到原始珍贵的植物，多达了2000多种，据说是继西双版纳后最丰富的地方，有些甚至呢可以追溯到侏罗纪的时期。进入到这里面呢，会看到一处通往现在这里通往地心的无底洞哦。那这个里面呢，会有什么哦？会有这样子很奇特的地形地貌出来阶梯呢沿着悬崖峭壁开凿起来的想必这里呢当时要凿这个峭壁的时候也是不简单的所以呢这里叫通灵峡谷地瓦上的裂缝到了地底真的是你又会感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地底的景观，喀斯特钟乳石洞的地形呢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呢有一些地方呢是人工开凿而成连接到地底下来的但是相对之下呢，这个通灵峡谷呢还是非常值得一游的从上面一路往下走，它不是让你从下面往上那就累了，那就辛苦了所以呢，从上往下走，峡谷内也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峡谷外也可以看得到瀑布，瀑布高达了168米，也是亚洲单极最高的一座瀑布所以呢，也是看着从天宣泄而下的这种瀑布的感觉那走在这里面呢，甚至呢，可以惊觉到我们这个溶洞就藏在瀑布的后方高100公尺、宽60公尺的大溶洞就在这里面。你的这条路线呢，每一行的人就可以穿梭在这个底下，这么美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所以，希利亚和斯利亚讲那几档梦可以讲的这技巧还不错可以让你感受得到这个通灵峡谷里面的美丽来这种所在免走得这么紧慢慢走的慢慢走就好了。为什么这种地方呢，它非常适合践行也不用急着走
那来到通灵峡谷，急什么？快什么？如果有时间，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慢慢在这里面呢走走看看，享受这大自然美丽的风景。我就讲这水的风景点呢，有的人呢他动这功嘛吼，安尼生活人安尼吼，我走会行哦。有当下咱但我们真的我们讲真的尤其是有当下咱加饭就小赶加饭呢也不用太赶慢慢的品尝时间过咱吃较紧的。时间如果有的时候，比如每次吃完噼里啪啦我们穷到门靠底对肠胃也不好嘛。在走路也是一样如果呢在景点当中的时间慢慢走，不会有危险我就说这不是我今天早上起床在公园里面的晨跑绕那么快这么美丽的景色。当然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漫步在其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广西南宁通灵峡谷美丽的亚热带热带风情这个所在专长2.8公里，由通灵峡、念巴峡等隧道、地下暗河连通起来。峡谷原为一个盲谷盲人的盲因为地质运动的影响，盲谷的顶部呢的浪热来形成一个超级大的天坑，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子我们走进来，先走向818个阶梯，从上往下走，因为从下往上走太累了沿路上你听到的水流声，峡谷内生机盎然，各种名贵的古生物植物，高达188公尺的大瀑布，清晰的溪流。哇这些呢走起来呢，还有包含喜欢热带植物、喜欢自然风情、喜欢健行的朋友们，通灵峡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通灵峡谷也是一个值得你来看看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自然景观了得，人文景观也不遑多让。此地有壮族阿妹原汁原味的山歌响彻的这个山谷，包含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传说当然会使一个地方变得很美更多的人来还有包含了以前的传说，一个是长津洞英雄壮举的传说，1000多年前留下的古石层盘银银盘还有师长乱石、绝壁悬崖，放置1000多年完好无损的古癌洞葬，这些都在通灵峡谷这个区块你看得到壮家的对歌楼、壮家的阿妹的山歌这种物件、这种风景所以我说广西是一个充满自然风景还有人文风情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很美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呢，音乐、溪流陪伴着就是最美丽的架构画面来，我们现在呢又一路开始呢行走在这一些美丽的风景当中你看这沿路上的风景呢真棒。
晋西旧州古镇，广西晋西县山水还是一样啊，不得了哦！沿路上一样是喀斯特的地形哦，人文古迹很多，壮族、民族风情很浓厚哦，历史非常的悠久哦。那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壮族最有名的什么绣球街喽哦。这绣球街呢，就是绣球啊，是广西的特产啊，圆圆的啊，吊着一个长长的什么穗啊，来到这边，很多人其实金马地公绣球这个物件，哇，很难找到了，对吧？很难找到啊，这是远古时期的中国历史文物的东西啊，现阶段要看到呢，真不容易哈。那历史古镇悠久的古镇呢，九州这里才是绣球之乡啊。今内底所展览的是东西壮族就是农家当今内底所展览的一寡物件，一条小桥，一个古庙，旧州的全部，旧州的文昌阁山水当中可以展现到当年画的气息哈。就是这条小街哈，被四周的奇山秀水呢环绕着，在这一条大街石板大街上，两旁边全是自行制作的绣球个体户。那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家家户户门口呢就挂满绣球，祖孙三代大部分留在这边的都会做绣球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绣球成为晋西极具特色的一个工艺品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晋西旧州的绣球街。绣球街，街道里面当中去行走，你会感受到街道上面的休闲啊，跟当地这个当地人的感觉哈，过着好像孔子大同世界那种感觉哦，与世无争哦。那我们现在一直往后走，就会走到这一个文昌阁啊，这里可能刚好有人结婚了，那绣球是广西的特产，我们的前面的绣球街，绣球街住着这个500多户的人家，然后生产绣球，一代传着一代，越做越火红，所以就变成叫做的绣球街了哈。以往广西的壮族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绣球是女方向男方抛出的定情信物，绣球呈现的是四四方方的绣球街了啊，街道干干净净的。走起来呢，有一种呢时光隧道的感觉啊！一个绣球有16个半呢，有32个半或更多哦。坐在家门口做绣球的，通常都是女人呢。壮族的男人就像现在这样子钓鱼啊，这在现今的社会也是不太可思议的啊。他们认真的做活哦，男人呢，有的也会帮忙啊，有的也会帮忙啊。那绣球是一种文化，而在旧州街以东约1公里的这个地方。小岛上面这个就叫做文昌阁哦，四角形的3角楼高的古阁，阁高呢大概15米建于明清时代，有绿带上镶着的这个明珠啊。文昌阁几经风雨，到70年代呢损毁近代又被重新给修建起来了。这个拥有旧州风景特色的文昌阁飞檐翘角。就说也真的在广西的风景呢，真是不错哦。一路上所看到的呢，就是像这一些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山水风光很棒真的很棒沿路行驶，沿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真不简单啊。广西边境有一汪清泉，叫做鹅泉。这个地方呢，它与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广西桂平西山乳泉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泉。因为鹅山上面就像一只鹅躺在泉水当中，所以这个所在叫做鹅泉啊。古时候住有这个一个人他捡到了2个鹅蛋带回家呢，用体温孵出小鹅。真的吗？听起来在现在来讲呢，24孝班有一天呢，他把这个鹅放入到池塘当中呢，风雨大作，池塘呢现为一个大深泉，小鹅不知去向。当时孵鹅的这一个妇人呢，抑郁而终，最后呢为小鹅收葬，因此呢把它称为叫做鹅泉的。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浪漫但是这个是鹅泉的传说鹅泉足够依赖的鹅泉药理3层浪。明嘉庆皇帝在这个时候，在山川灵秀市民叫做灵泉晚照，但左当中都建有这个阳温阳温庙，就是我都讲那个妇人那个妇人捡2粒鹅，卵等于铺庙前个立有这个清朝时阵所留落来的3块巨大的石。哎呀，这个石牌上面所载的都是有关于鹅泉的由来及提示这个就是鹅泉的。鹅泉是一个数十亩大的巨泉，有9孔17的长桥。那在这里呢，泉水从这个石灰岩溶缝隙当中涌出。在广西地下泉水非常非常的多的古桥也是鹅泉景区当中的盛景，建于清朝民间有15个涵洞，就前面这个有15个涵洞石拱桥所组成的那在这里呢，你看看，哇塞，这鱼群多多，这水多棒我们来到这边看到这个鹅泉，又是另外一番的美景了。
你知道吗？其实，在旅游当中，路上的景色、沿路的景色，其实也是一种特色哦。你不要看路上的景色没什么哦，路边这个景色有当下呢，嘛是真水的哦。所以人讲旅游无一定是落车去游览哦。有当下旅游过程当中，真侪所在风景真水，但可惜你都无法度落车，像那赶行程嘛。第二点，像这边啊，遮水的风景，你是要安怎落车啊？这个高速公路顶悬就无法度落车。所以旅游当中有当下真侪时阵、真侪时间是在什么路上欣赏风景啊。所以有的人他会觉得是什么？你看有的人会觉得拉车拉好远了，好累哦。但是他忘记了窗外的美景是如此的动人，在拉车的过程当中，尽情的去享受窗外美景带给你的感觉。反正有时候坐在家里面，很多人也是发呆嘛出国旅游就是这样了。有时候静静的看着窗外，无声胜有声也有，看着窗外的风景思考一下年轻时候的自己思考一下如何计划自己将来的生活，这种感觉也不错啊那有的人喜欢坐飞机飞来飞去短时间真的不要拉太长，各式各样的旅游方式都有，但也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旅游方式去体会它。